Hello，大家好，双十一又快到了啊！今年的双十一提前20天就启动了，大家双十一都买了些什么呢？一提到双十一啊，就不得不提到花呗这个东西。相信大家都用过花呗吧？还有谁没有用过花呗呢？没有吧？我觉得现在几乎大家都用过。那大家每个月要还多少钱的花呗呢？我给大家说一下，我每个月要还2000多的花呗啊，2000多听起来不算多，对吧？我给大家算一下，我每个月房贷2700，花呗2400，信用卡1000，我每个月光还这些乱七八糟的欠款就要6000多啊，再加上平常还要生活开支，孩子呀，各种压力山大。那有些观众就要问了，你可以不用花呗呀，你可以不用信用卡呀，你也可以不用买房呀，对吧？每个月就不用还这些东西了呀，对吧？花呗、信用卡你可以不用，但是房贷这个你必须得去贷呀，对吧？你不贷房贷你买不起房呀，房贷是必须的啊。但是花呗跟信用卡这两样东西，确实大家忍一忍可以不用。我在去年的双十一之前啊，我是没有用过花呗和信用卡的。我自认为我的这个自制能力还是很强的，还是很克制的。我之前一直忍住没有使用花呗和信用卡这些东西，我一直在克制我自己，不要去提前消费。这个花呗跟信用卡这个东西，一旦你用上一次，一旦你用过了，你就再也离不开了。大家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吗？那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下，我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不用花呗、信用卡到现在用了以后就离不开了，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啊。我以前的这个消费观就是，有钱就花，没钱就不花，就是从来不会去预支啊，提前去消费。看我视频的老粉丝应该知道，我去年装修房子了。我去年6月份开始装修房子，前前后后装了1年。今年的5月底6月份搬到这个家，也就是说我在这装修1年的这个时间里，陆陆续续的要往外花很多的钱。那刚好在去年双十一的这个时间点呢，是我非常缺钱。因为从6月份到11月份这个期间，我装修很多的硬装、地板、墙面、柜子这些所有的东西，花了我很多钱。然后我到11月份的时候就没有钱了，口袋被掏空啊，各种钱都花出去了，拿不出钱了。但是家里还缺很多东西，那刚好到11月份有一个双十一的活动，我的花呗呢又有2万块钱的额度。就是现在的 APP 都很智能啊，它通过大数据，它可以知道我正在装修，因为我经常去看一些装修呀，或者付装修方面的款呀，或者怎么样，反正它知道我在装修房子，所以疯狂给我推荐一些什么小家电呀，就是你房子家居要用的这些东西，然后双十一就疯狂给我种草。那刚好这些东西又是我需要的，刚好双十一又有这么多的优惠，对吧？那不用白不用。我当时的花呗有2万多的额度，然后我有一张建行信用卡有17000的额度。这些额度是我之前从来都没有用过的。我之前也是想的啊，就是遇到一些大事儿的时候，急需用钱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用这些额度嘛。装修房子对我来说肯定是大事儿了，对吧？给自己一个用这些额度的理由。然后去年双十一的时候，我就一次性把花呗的2万多额度全部用掉，然后信用卡用了1万块钱的额度，买了除湿机、蒸鱼箱，然后那个饮水机，还有床，还有床垫，反正就乱七八糟，3万块钱吧。花呗全部都是分期12期，然后信用卡是做的12期的分期，就这样，从那一次开始，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。怎么不可收拾呢？2万多的额度用完啊，然后后来我每个月还，然后他看，哎，你每个月还能还上，然后又给我涨额度。给我涨额度之后我又用，就这样到现在，从去年双十一到今年这1年的时间，说实话，每个月都勒紧裤腰带啊，真的是还这些钱还得我很累。今年再加上疫情的原因，本来钱就不好挣啊，可以说2020年这1年啊，是我非常辛苦、非常累的1年，压力非常大。然后好不容易我的这个一大串的12期分期，还有最后的1期就要还完了，我就要解放了啊！今年双十一又来了。我本来想的是，我今年双十一什么都不买，先把这些东西还完，然后后面可以轻松一点嘛，无债一身轻嘛，对吧？结果戴森给我推送了一条24期免息，你们说我能不买吗？然后我就买了啊，买了戴森的 V11的那个限量款，5000多，分了24期。过2天可以给大家拍戴森 V11的开箱视频和一些使用的感受吧。然后我给我自己还买了一个那个大疆新出的如影 RSC2的一个稳定器啊，电子稳定器，这是我拍摄用的一个东西，2000多，也是分了24期免息。
还买了一个谛听的 D4 Duo 的一个双向的麦克风啊，300多块钱。今年双十一就买了这3样东西啊，总共加起来大概是不到8000块钱。说是不买，结果又买了这么多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刚刚把去年双十一的12期全部还完，今年又开始了。这回分的是24期啊，那未来的2年又要开始还这些钱。那总的来说，今年还是比去年有进步的嘛，对吧？去年双十一花了3万块钱，今年双十一才花了8000，哎，可以，有进步。这个克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。花呗这个东西真的很可怕啊，就是你一旦用了，你真的就很难，真的很难就去把它戒掉，不用了，真的很难。我也不可能保证我今年双十一最后一次买，我下次我就不用花呗了，我觉得不可能。这种东西还是少用，还是要克制一点。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花呗的这个利息啊，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算的。我分12期的时候算下来大概是10%的利息。比方说你买1000块钱的东西，最后还完12期的时候，你总共要给它还1100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我花呗那个已使用额度，就是我已经还了很多期了嘛，就快还完了嘛。但是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已使用额度，就是我使用了7000多，但是我看我的那个总还款，我却要再给他还1万多啊，中间差了2800多。也就是说我使用了7000多的额度，我却要多还2800多的利息，这个有点恐怖啊，将近30%啊。这个我搞得不太懂啊，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计算的，它是一次扣利息啊，还是怎么样的？这个有懂的朋友可以留言弹幕说一下。就是总感觉你还完12期以后，你的利息不只是10%，要高于10%。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。经过我这1年这样子折腾下来啊，我的花呗额度直接给我涨到4万啊！现在我有4万的额度，4万额度，可用3万2。这些额度啊放在这真的是，你说是害人呢，还是帮助人呢？是吧？这个东西。之前我还看网上很多人在说花呗这个东西，它到底是帮助人呢还是害人呢，是吧？也不是光针对花呗吧，就是信用卡呀、网贷这些东西，它有的时候确实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。比方说去年我要不是有这些额度的话，那我的房子肯定没有那么快的装好，没有办法那么快的住进来。这很显然它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但是呢，一旦让我尝到这个甜头之后呢，我后面就越发的不可收拾，到最后陷入这个无法自拔。自制能力好一点的人可能可以管住自己啊，那自制能力差的一些人怎么办？而且这个花呗现在越来越方便啊，就以前只能去网上买东西啊，这些大件儿可以用花呗这样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用花呗了。比方说外面的一些小商店呀、吃饭呀，然后旅游呀、买机票呀，就是它覆盖面越来越广，用花呗越来越方便。这个就很可怕，就是一步一步的把你拽向这个债务的深渊。所以还是奉劝大家，还是少用一些，挣多少花多少，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。而且我周围我的朋友啊，我周围的一些人，我认识的一些人里面，都普遍花呗、信用卡都欠了很多钱，然后每个月也是非常辛苦的在还这些债务。好吧，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双十一和花呗的事情。那么视频的最后呢，也祝大家早日还完花呗啊！祝大家不要有这么多的压力，好吧？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我天哪，这刘雯雯在这个桌子上画的，哎，这肯定擦不掉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